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第8章。临终者的启示。上帝知道奥德利先生会听到什么，要不是病人突然动了一下，吓了他一跳。病人坐了起来，叫他的母亲。老妇人醒了，吃了一惊，转过身，看着他的儿子。怎么了，卢克，亲爱的？他温柔地问。还没到吃药的时间。道森先生说，你得在他走后2个小时吃药，现在连1个小时都还没到。谁说我要吃药了？马克思先生不高兴地说。我想问你点事，母亲。你还记得去年的9月7号吗？罗伯特有点害怕，看着病人。他为什么坚持要说那个不好的事？为什么他记得乔治被杀的日期？老妇人不明白，摇了摇头。我的天哪，卢克，他说，你为什么要问我这种问题？我的记性从8、9年前就开始不好了，而且我一直不擅长记住月份的日子之类的。我是一个老太太，为什么要记住这些事情？卢克·马克思不高兴地耸了耸肩。你应该记住我让你记住的事情，母亲。他生气地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忘记那个日期吗？我不是告诉过你，总有一天会有人叫你发誓，在书上发誓说，你记得吗？我不是这么告诉过你吗，母亲？老妇人再次摇了摇头。如果你这么说，那一定是真的，卢克。他笑着说，但是我不记得了，亲爱的。我的记性已经不好9年了，先生。他转过身对罗伯特说，我只是一个老太太。奥德利先生把手放在病人的胳膊上。马克思，他说，我再说一遍，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我不会再问你任何关于这件事的问题了，我不想知道任何更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呢？卢克大声喊道，如果我不能带着一个秘密死去，而且我让你来这里，就是为了告诉你。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真的。我宁愿被烧死，也不愿告诉他。他咬着牙，皱着眉头说，我宁愿被烧死。我让他难受，我让他难受，我永远不会告诉他，永远不会。我控制着他，所以我保守了这个秘密。我知道这件事，他给我钱，让我不要说出去，而且他对我或我的家人不好的地方，我都让他用别的方法来还。马克思，冷静点，看在上帝的份上。罗伯特着急地说，你在说什么？你到底要说什么？我现在就告诉你，卢克回答，同时擦了擦他干燥的嘴，给我们拿点喝的，母亲。老妇人在一个杯子里倒了一杯凉的饮料，然后递给他的儿子。卢克很快地喝了下去，好像他觉得他必须快点活完他剩下的生命，好像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待在那儿，他命令他的母亲，同时指着一张放在床边的椅子。老妇人听了他的话，坐在奥德利先生的对面。他拿出眼镜盒，擦了擦眼镜，戴上眼镜，平静地对他的儿子微笑，好像他希望这样他就能更好地记住。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母亲，卢克说，如果连这个问题你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会很奇怪的。你还记得你在阿特金森的农场工作的时候吗？那是在我结婚之前，你和我住在一起。是的，是的，马克思夫人回答，同时高兴地点了点头。我记得，亲爱的，那是去年秋天，我们在路边的果园里摘苹果。你买了一件新的衣服。我记得，卢克，我记得。
奥德利先生想知道这一切会说什么，以及他应该听多久这种没意思的谈话。如果你记得这件事，也许你能记住其他事情。母亲卢克说，你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带了一个人回家吗？当时阿特金森一家正在收谷子。奥德利先生再次有点害怕，但这一次他看着卢克的脸，并且很认真地听着他的话。我记得你带菲比回家了，老妇人高兴地回答。我记得你带菲比回家很多次，喝一杯茶或者吃点东西。忘了菲比吧？马克思先生喊道。谁在说他？谁关心菲比？你还记得9月的一个晚上，我带着一位先生在晚上10点以后回来的吗？那位先生全身都湿了，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泥巴、脏血、绿色泥土和黑色脏东西，而且他的一只胳膊断了，一个肩膀坏了，而且他的样子非常糟糕，没有人能认出他来。那位先生的衣服破了好几个地方，他坐在厨房的火炉旁，看着火，好像他疯了一样，而且他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像照顾一个孩子一样照顾他，我们给他洗澡、擦干、穿衣服，而且我们不得不给他喝一些酒，让他好起来。你记得吗，母亲？老妇人点了点头，并且说，现在卢克说了这件事，他记起了他所说的一切。罗伯特·奥德利叫了一声，跪在病人的床边。我的上帝！他喊道，我感谢你，乔治·托尔博伊斯还活着。等一下，马克思先生说，别着急。母亲，把那个放在架子上的小盒子拿过来。老妇人听了他的话，并且在杯子和罐子、盒子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中找，最后拿出一个小盒子，盒子有一个盖子，而且很脏和旧。罗伯特·奥德利仍然跪在床头，用手遮住了脸。卢克·马克思打开了小盒子，里面没有钱，他说，即使有，也不会用太久。但是，这里面有一些东西，也许你像珍惜钱一样珍惜它，而且我将把它给你，以证明我知道怎么感谢帮助过我的人。他拿出2张纸，并且把它们递给罗伯特·奥德利。那是从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2页纸，而且是用铅笔写的，字不是罗伯特·奥德利写的。这是一种很小的字，好像是一个农民写的。我不认识这种字，罗伯特说，同时着急地打开了其中一张纸。这和我的朋友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些？先读读它们，马克思先生回答，然后问我。罗伯特·奥德利打开的第一张纸包含了以下内容，是用那种很小的字写的，这种字让他感到很奇怪。亲爱的朋友，我写这封信时，心情很不好。我无法向你解释发生了什么事，但我必须离开英国，难过地离开，并且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生活和死去。我希望你忘记我。如果你的友谊能够帮助我，我会来找你。如果你的建议能够对我有用，我会信任你。但是，友谊和建议都无法帮助我。我只能祝你以后生活好，并且忘记我。G。第2张纸是写给另一个人的，而且它的内容比第1张纸更短。海伦，愿上帝可怜你，并且原谅你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再见，你永远不会再知道我的任何消息了。从现在开始，对于你和这个世界来说，我将成为你希望我成为的那个人。你不必为我担心，我将离开英国，而且永远不会回来。J.T. 罗伯特·奥德利坐在那里，看着这些话。
字不是他朋友的。然而，看起来他已经用他的名字签名了，并且说了纸上所写的内容。他看着卢克·马克思的脸，心想也许他是在骗他。乔治·托尔博伊斯没有写这些，他说。是的，卢克·马克思回答。托尔博伊斯先生写下了每一个字，他用他自己的手写的，但是他用的是左手，因为他的右手断了。罗伯特·奥德利突然抬起头，怀疑从他的脸上消失了。我明白了，他说，我明白了，把一切都告诉我，告诉我，我可怜的朋友是怎么活下来的。他觉得他所听到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不敢相信，在以后他能够和他很想念的朋友握手。他感到不明白，并且觉得自己无法完全理解以这种方式给他的新的希望。把一切都告诉我，他重复道，看在上帝的份上，把一切都告诉我，并且让我理解他，如果我能的话。去年9月，我在阿特金森的农场工作。卢克·马克思解释说，帮助收谷子。而且因为从农场到我母亲家的路要经过奥德利庄园后面的草地，所以我经常走这条路。而且菲比知道我什么时候回家，所以她经常在花园门外等我，和我聊一会儿。有时候她不等着我，我就走进仆人房，喝一杯啤酒，或者吃点东西。我不知道菲比在9月7号的下午在做什么，我记得这个日期，因为阿特金森那天给我钱，而且我必须写一张纸，证明我收到了钱。我不知道菲比在做什么，但她不在花园门外，所以我走向花园的另一边。因为那天晚上我必须见到他，告诉他第二天他必须去一个农场工作。当我走过草地时，奥德利教堂的钟敲了9下。当我到达果园的时候，应该是9点1刻。我穿过果园，走向仆人房，路要经过灌木丛和井。那是一个很黑的夜晚，但我很熟悉这条路。而且从仆人房的窗户里射出的光，帮助我找到方向。当我靠近井口时，我听到了一种让我害怕的声音，那是一个受伤的人的声音。我不害怕鬼，而且一般来说，我不害怕任何东西，但是那种声音让我的全身都感到害怕，而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又听到了声音，然后我开始在灌木丛中找。我发现一个人藏在几棵树下，而且我认为他想做坏事，所以我正要抓住他，并且把他带到房子里。这时他抓住了我的手腕，没有站起来，但是看着我，然后问我他是谁，以及我和奥德利庄园的居民有什么关系。他的说话方式让我觉得他是一位先生，尽管我不认识他。而且我看不清他的脸，所以我礼貌地回答了他。我想要离开这个地方，他说，不要让任何人看到我，记住这一点。我从4点钟开始就一直躺在这里，而且我已经快死了，但是我想要在不被人看到的情况下离开，不要忘记这一点。引号。我告诉他这很容易做到，但是我开始觉得也许他想做坏事，因为他想要在不让任何人注意到的情况下走。你能带我去一个我可以找到干净衣服的地方吗？他问，而且不要让太多人知道这件事。他稍微坐了起来，然后我看到他的右胳膊垂了下来，而且他受伤了。我指着他的胳膊，并且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他小声回答说，断了。孩子，断了，但是没那么严重。然后用另一种语气，好像他在和自己说话，而不是在和我说话。他补充说，有些心碎和胳膊断了是很难好的。引号。
我告诉他，我可以带他去我母亲的家，而且在那里，他可以把他的衣服弄干。你的母亲会保守秘密吗？他问。如果他记得的话，他会保守秘密的。我告诉他，但是今晚你可以告诉他所有的秘密，而且明天早上他就会把它们全部忘记。我的解释似乎让他满意了，而且他靠着我站了起来，因为他几乎不能动。当他靠着我的时候，我意识到他的衣服是湿的而且脏的。你没有掉进水里吧，先生？我问。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甚至似乎没有听到这个问题。这时，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他很高。带我去你母亲的家，他说，而且如果可以的话，给我拿些干净的衣服，我会给你钱。我知道花园门的钥匙通常都在上面，所以我把他带到那里。他走路很困难，而且他不得不靠在我的肩膀上才能前进。我们穿过了那扇门，但是我没有锁上它，因为我相信园丁不会注意到这件事。我带他穿过草地，并且把他带到这里，没有穿过村庄。此外，在那个时候，田野里没有人。我把他带到楼下的房间里，我的母亲正在那里为我做饭。我让那个陌生人坐在火炉旁的一把椅子上，然后我第一次仔细地看着他。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处于这种状态。他浑身都是绿色泥土和脏东西，而且他的手被划伤了。他看起来像一个在我怀里的孩子，所以我脱掉了他的衣服，然后他像一个婴儿一样看着火，不时地叹气，好像他的心要碎了一样。他似乎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似乎没有听到我们或看到我们，他只是看着火。他断了的胳膊垂在一边。我认为他病了，而且我告诉我的母亲，他应该去告诉道森先生，让他来照顾他。但是，尽管他看起来病了，他还是抬起头，并且说不，除了我们2个人以外，不应该有人知道他在那里。我问他是否想喝一杯酒，而且他回答说，是的，他会感谢我的。我大约在11点的时候走进酒吧，而且当我回到家的时候，钟正在敲11点。去拿酒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他一直在颤抖，而且杯子一直在碰到他的牙齿。他的牙齿咬得很紧，所以我不得不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让他张开嘴喝下酒。最后，他开始睡觉，并且在火炉旁打瞌睡。然后我拿了一条毯子，用它裹住他，并且让他躺在折叠床上。那张床就在这个房间下面的房间里。我告诉我的母亲去睡觉，而且我坐在火炉旁，看着他，并且整夜都在生火。当早上来临的时候，他醒了过来，并且告诉我，他必须立即离开。我希望他不要这样做，并且告诉他，走动对他不好，但他坚持说他必须离开，所以他坐了起来。而且，尽管他走不稳，但他没有放弃，并且要求我帮助他穿上我洗干净的衣服。当时他正在睡觉。最后，我成功地给他穿上了衣服，但是衣服破了，而且他的样子很可怕，他的脸色苍白，而且他的额头上有一道很大的伤口。我用一块布清洗并且包扎了那道伤口，只有把外套扣到脖子上，他才能穿上它。因为他的胳膊断了，所以他无法使用袖子。他坚持他的目标，但是他不时地呻吟着。考虑到他手上的划痕和淤伤，额头上的伤口、嘴唇和断了的胳膊，这是可以理解的。早上，他已经穿好衣服，并且准备好出发了。沿着伦敦的路走，下一个城镇是什么？他问。我告诉他，那是布伦特伍德。很好，他回答说，如果你陪我到那里，并且帮助我找到一位
医生来治疗我的胳膊，我将给你1张5英镑的钱，作为你给我造成的麻烦的补偿。引号。我告诉他，我愿意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并且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向一位邻居借一辆车来送他，因为我们必须走很长的路。他摇了摇头。不，他说，他不希望任何人知道关于他的任何事情，而且因此，他宁愿走着去。他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尽管我知道他每走一步都会感到疼痛，但他很坚定。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他那样坚定。他不时地停下来，并且靠在一扇门上，以便休息。他没有放弃，而且最后，我们到达了布伦特伍德。然后他说，带我去找最近的医生。我就是这么做的。我等了很长时间。当医生给他治疗胳膊的时候，医生希望他留在布伦特伍德，直到他好一点，但是他说他不可能这样做，而且他必须立即坐火车去伦敦。然后，为了让他感到舒服，医生把他的胳膊放在一个袋子里。罗伯特·奥德利有点害怕，他突然想起了一些关于他去利物浦的事情。他记得有人告诉他，一位乘客在船开走前1个小时进入了船舱。那是一个年轻男子，他的一只胳膊上带着带子，而且他有一个很普通的名字，罗伯特已经忘记了。当医生治疗完后，卢克继续说，乔治要了一支笔，以便在离开之前写几句话。医生笑了笑，并且摇了摇头。你不能用那只手写字，他说，同时指着他刚刚包扎好的胳膊。也许不能，年轻人回答说，但是可以用另一只手写。引号。你想让我帮你写吗？引号。医生问。不，谢谢。年轻人回答说，我想要写的东西是私人的。如果你能给我几个信封，我将非常感谢。引号。医生去找了信封，而且年轻人用左手从外套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本子的封面很脏，而且很湿，但是里面很干净，所以他撕下了几页纸，并且开始写字。他写得很糟糕，而且速度很慢，但是他完成了。然后他把每一张纸都放进一个不同的信封里，把它们封好，并且在一个信封上做了一个记号，而在另一个信封上什么也没写。然后他付了钱给医生，而且医生告诉他，除了建议他留在布伦特伍德，直到他的胳膊好一点以外，他不能为他做任何更多的事情了。但是年轻人回答说，不呀，那是不可能的。然后他告诉我，陪我到火车站，我会给你我答应给你的东西。引号。我陪他到了火车站，离8点半的火车出发还有5分钟。他把我带到站台的一个角落里，并且告诉我，我希望你把这些信送出去。开森大，我回答说，我会的。很好，他说，你知道奥德利庄园吗？是的，我回答说，我的未婚妻在那里当女仆。引号。当谁的女仆？引号。他问，当夫人的女仆，那位在道森先生家当老师的女士。我解释说，很好。他说，那封做了记号的信是给奥德利夫人的，但是你必须亲自把信交给她，并且确保没有人看到你。引号。我答应他我会这么做，然后他把信递给我。你知道奥德利先生吗？他问。是的，我听说过他，而且我听说他是一个花花公子，因为事实是，我听说过你，卢克说。好好听着，年轻人说，把另一封信交给罗伯特·奥德利先生，他住在村里的太阳客栈里，而且我解释说，我从小就认识太阳客栈。然后他把第2封信递给我，那
封信的信封上什么也没写，然后他给了我，正如他答应过我的那样，那张5英镑的钱。然后他告诉我，祝你今天过得愉快，并且为我给你造成的麻烦道歉。然后他走进一节车厢，而且我看到的最后一样东西是他苍白的脸和贴在他额头上的一块膏药。可怜的乔治，可怜的乔治。我回到了奥德利，并且立即前往太阳客栈。在那里我问起了你，因为上帝帮助我。在那时，我打算把2封信都送出去，但是那个地方的主人告诉我，你那天早上已经去了伦敦，而且他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回来，而且他也不知道你在伦敦的住的地方，尽管他说他认为那是在一个法院区域。我能做什么？我不能把信寄出去，因为我不知道地址，而且我也不能亲自把信交给你，而且我被要求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所以我决定我会等你回来，以便把信叫你回来，以便把信交给你。我认为我应该在下午去奥德利庄园，以便见到菲比，并且弄清楚我是否有机会见到夫人，因为我知道如果她愿意，她可以给我这个机会。因此，我那天没有去上班，而且我一整天都无所事事，直到天黑。然后我走到了奥德利庄园后面的草地上，并且找到了菲比，她靠在墙上的门上等着我。我们走向灌木丛，而且我正要走向老井，因为我们过去经常在夏天的下午坐在砖头上。但是菲比突然脸色苍白，并且告诉我不要去那里。而且我问他为什么不去那里，而且他回答说他听说那口井有鬼。我告诉他那只不过是胡说八道，而且他回答说不管是不是胡说八道，他都不想靠近那口井。所以我们回到了那扇门，而且他靠在那扇门上。我很快就意识到他身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而且我告诉了他，我今天感觉不太好。他回答说，我昨天过得很糟糕，而且我还没有完全好起来。引号，糟糕的一天。引号。我问，你和夫人吵架了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但是他露出了我见过的最奇怪的微笑，而且紧接着他补充说，不，卢克，不是因为这件事，更重要的是，夫人对我非常好。我认为她几乎会为我做任何事情。如果我向她要一些农场的东西，甚至要求她帮助我们买一家小店，我认为她会给我的。引号。我不明白任何事情，因为就在几天前，她还告诉我，夫人很自私，而且我们需要等待很长时间，她才会给我们想要的东西。然后我告诉他，这似乎是一个有点突然的改变，菲比。而且他告诉我，是的，这有点突然。而且他再次露出了和之前一样的微笑。在那一刻，我采取了一种更严厉的语气，并且告诉他，我要说清楚，姑娘，你正在对我隐瞒一些事情。一些别人告诉你的或者你已经发现的事情，而且如果你认为你能和我玩游戏，我警告你，你错了。引号。但是他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玩笑，并且说，卢克，是什么让你这么想的？我这么想是因为你。我说，而且我再说一遍，我不愿意忍受胡说八道。而且如果你想要对你即将结婚的男人隐瞒秘密，你最好去找另一个男人，并且对他隐瞒秘密，因为我不允许你对我这么做。引号。然后他开始哭，但是我没有理会他，并且开始问他关于夫人的事情。我把做了记号的信放在我的口袋里，而且我想知道我应该如何把信交给他。
也许其他人也像你一样擅长保守秘密。我说，而且也像你一样擅长交朋友。昨天有一位先生拜访了夫人，一位高个子、年轻的先生，不是吗？菲比没有正常的回答我，而是开始哭泣，并且如果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让我被杀吧。但是我一点一点的从他那里问出了真相，因为我不愿意忍受胡说八道。他向我解释说，他坐在他的房间的窗户旁边工作，那间房间位于房子的最高处，从那里可以看到灌木丛和井。当他看到米莱迪和一个他不认识的先生走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他们一起走了很长时间，直到一点一点的。够了，罗伯特·奥德利惊呼道，我知道剩下的故事了。菲比告诉我他看到的一切，而且他告诉我，然后他看到了夫人，而且他们说了话，说的不多，但是足以让夫人知道，女仆所看到的事情可能会让她在以后都成为一名女仆。我控制着她，卢克，菲比说，而且她会做任何事情，只要我们不泄露这个秘密。引号。奥德利夫人和女仆都认为，我看到的那位先生已经死在了井底。如果我把信送出去，他们就会发现真相，而且菲比和我就会失去让夫人满足我们愿望的机会。所以我保守了这封信和这个秘密，而且米莱迪没有任何危险。但是我认为，如果他很慷慨，并且给我想要的所有钱，我会告诉他真相，以便让他好一点。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给我东西的时候，好像他是在把东西扔给一条狗。当他和我说话的时候，他说话的方式好像我是条狗，一条他无法忍受其存在的狗。他竭尽所能地伤害我，而且每次我看到他，我都会生气。但是我保守了这个秘密，而且它很安全。我打开了这2封信，并且读了它们，但是我没有完全理解它们。我把它们藏了起来，而且直到今晚才有人看到它们。卢克·马克思已经完成了他的叙述，而且他躺在那里，因为说了这么多话而感到很累。他看着罗伯特·奥德利的脸，希望他会责备他的行为，因为他感觉到他犯了一个错误。然而，罗伯特没有责备他，他不认为他能做这样的事。牧师明天早上会和他谈话，并且安慰他。奥德利先生心想，而且如果这个人需要一篇布道，最好是从一位牧师的嘴里听到，而不是从我的嘴里听到。我要对他说什么？他的罪恶正在折磨着他的良心，因为如果米莱迪感到安全的话，他就不会烧毁客栈。在发生了这件事之后，谁有勇气责备这个人？难道不是很明显，上帝之手与这个奇怪的故事有关吗？他思考着他所做的推论，并且根据这些推论采取了行动。他记得他信任他的推理能力，但是他感到安慰的是，他还记得他试图以最诚实和简单的方式来完成他的任务。他对生者和死者都是忠诚的。罗伯特·奥德利一直坐在病人旁边，直到黎明之后很久。在病人讲完故事之后，他睡着了。老妇人在他的儿子讲述故事的时候，一直在打瞌睡。菲比睡在楼下房间的折叠床上，所以这位年轻的律师是唯一一个在照顾病人的人。他无法入睡，因为他无法停止思考他刚刚听到的故事。他感谢上帝让他的朋友活着，并且希望他能有能力去拜访克拉拉·托尔博伊斯，并且告诉他，你的兄弟还活着，而且他的下落是已知的。菲比在8点钟上了楼，以便照顾病人。
而且罗伯特·奥德利走向太阳客栈，打算睡觉。在过去的3个晚上里，他几乎没有在火车里或者在船上睡觉，而且他感到很累。在天黑之前不久，他从一个漫长而平静的睡眠中醒来，并且在小客厅里吃晚饭之前穿好了衣服。几个月前，乔治和他曾坐在这里。店主正在等他吃晚饭，并且告诉他，卢克·马克思在下午5点钟去世了。他死得很突然，他说，但是非常平静。罗伯特·奥德利那天晚上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寄给泰勒夫人，由瓦尔先生转交。这是一封很长的信，信中他向那个女人解释了临终者告诉他的故事。那个女人有很多名字，而且她将在以后都以一个假名字生活。也许知道你的丈夫不是因为你的缘故而去世，会让你感到安慰。他心想，如果你的灵魂能够感受到对他人的怜悯或痛苦的话，